你创业失败叫做全剧终，而亨利·福特创业失败就只能回去继承家产。面对200亩良田和一栋大别墅的顶配退路，换作是你，是不是早就原地滑跪，大喊一声爹，我不想努力了？城市套路深，必须回农村。1879年，16岁的亨利·福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种地了，必须进大城市闯一闯。他沿着密歇根大道一路向东，一头扎进了美国当时的一线大城市，到处都是烟囱和机会的底特律。按照某种神奇物种的说法，亨利·福特就是不爱家乡，不好好建设家乡，非要出去当韭菜。但大城市的毒打就是专治各种不服。为了学技术，他钻进了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作环境堪忧，厂房破旧，天花板压得人喘不过气，车间里全是让人耳鸣的金属碰撞声。他每天要在机床前死磕10个小时，一星期连轴转6天。这要是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时亨利·福特拼死拼活拧一周螺丝，工资只有2.5美元。可是底特律的城中村寄宿费雷打不动要3.5美元，这是要倒贴1美元上班。福特感觉主业养不活自己，那就搞副业。白天在车间被榨干体力，晚上他就跑到街边的钟表店打工，靠修表一晚挣50美分。为了活下去，也为了能留在有车床和冲床的大城市，他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就这样，在底特律的底层摸爬滚打了7年，他硬生生从一个打零工的学徒熬成了蒸汽机的技术大拿。可这一切在他老爹威廉眼里纯属不务正业的瞎折腾。1886年，在福特23岁生日那天，老爹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定用重资产把儿子强行按在土地上。他甩出了一个连上帝看了都要心动的蛋糕，整整200多亩肥沃的土地，外加一栋带回廊的大别墅和一片树林。老爹的条件很直接，想要农场可以，但你必须彻底砸掉手里那个搞机械的饭碗，从此老老实实给我当个地主老财。福特当时面对的一边是虚无缥缈的理想，一边是蛋糕。亨利·福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老爹以为儿子终于浪子回头，安心当农民了，可他根本没想到，儿子这波操作叫暗度陈仓。福特搬进莫伊农场后，他转头就买了一台便携式蒸汽机和大号圆锯机，直接把农场变成了大型伐木现场。他一点庄稼不种，而是疯狂砍自家农村和森林的树，把木材源源不断地拉出去卖给家具厂、造船厂。这分明是在把老爹给的固定资产疯狂变现，做自己的天使轮资金池。有了钱，他顺手干了2件大事。第一件，迎娶白富美克拉拉。这位大家族的长女并非一般的女人，不是她家族背景有多深厚，而是她这个人不一般。婚后，她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还能在厨房里帮她调试发动机。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非常有一手，她直接为未来的福特汽车公司培养出了一名灵魂设计师。老福特晚年性格多疑暴躁，甚至雇佣黑帮分子来监视高管、镇压工人。但儿子埃德塞尔完全相反，面对工人运动，埃德塞尔主张坐下来和工会谈判，倾听工人的诉求。在公司里，他非常尊重设计师和工程师，从不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这让他在高管和普通员工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人缘。所以娶一个好老婆真的能让家族旺3代。亨利·福特有钱后的第2件事就是用伐木换来的钱，在老爹眼皮子底下，在新房的后面悄悄盖起了一个私人机械车间，里面堆满了科技资料、仪器和工具。白天他是在农场里挥汗如雨的木材商，到了晚上他一头扎进后院，继续捣鼓他念念不忘的发动机，拿着旧系统给的资源，悄无声息地供养着自己的新梦想。钱赚了，老婆娶了，私人实验室也有了，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这个舒适区里舒舒服服地搞一辈子地下发明，当个体面的土豪。但如果只是这样，历史上顶多也就是多了一个喜欢捣鼓机械的富农而已。在莫伊农场捣鼓了2-3年后，福特敏锐地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这种危险不是缺钱，也不是缺闲，而是缺信息密度。在老家的院子里闭门造车，或许能敲打出一个不错的手工作品，但如果你想摸到那个时代真正前沿的底层技术，内燃机和电力，光靠一个人翻阅《科学世界》杂志是根本不够的。福特清醒地意识到，农场的生活太安逸了，安逸到像一座巨大的信息孤岛。真正的尖端技术圈层在底特律，在那些汇聚了庞大资金和顶尖高手的大厂里，比如当时如日中天的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在福特眼里，蒸汽机已经是即将过载的旧时代产物，内燃机和电力才是通向未来的船票。要拿到这张船票，他必须跳出舒适区，挤进大城市的核心牌桌。于是他彻底告别农场，重返底特律。这意味着他要主动切断利润丰厚的木材生意，扔掉那栋充满田园风情的完美别墅，放弃亲爹铺好的阳光大道，重新回去当个打工人。某天夜里，他郑重其事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妻子克拉拉。亲爱的，在农场搞实验只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咱们一起离开这儿，搬到底特律去吧。当时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克拉拉眼圈一下就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只用了一小会儿权衡就给出了一个答复：好吧，我跟你去。就这样，1891年，这对夫妻背起行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片安逸的土地。老爹威廉看着儿子的背影，心里估计满是无奈。完了，这小子拿着启动资金彻底跑路，再也不会回头了。进城后，他如愿拿到了当时真正的科技大厂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底特律分公司的聘书，月薪45美元。
这对曾经住在田园别墅里的年轻夫妻挤进了底特律的贫民区。他们租了一栋破旧的双排屋，周围住的全是工人，环境嘈杂，每月还要交10美元的房租。在工作上，福特更是成了彻头彻尾的夜班打工人，每天从下午6点熬到第二天早晨6点，死死盯着3台发电机。在爱迪生的公司里，福特就像一块贪婪的海绵，疯狂吸收着当时前沿的电力和机械知识。别人在打工，他是在带薪上王者段位。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天赋。有一次，公司安装新锅炉，地基莫名其妙往下陷，谁也找不到原因。福特过去仔细一查，发现地下隐藏着一片流沙。他想了个巧劲，把地基撑起来，轻松化解了危机。还有个叫英格拉姆的当地老板，厂里的机器坏了，请了一堆工程师都修不好。朋友指点他去求福特，结果福特到了现场，绕着那台庞然大物转了2圈，听了听动静，随手在上面倒腾了2下，一把拧开蒸汽阀门，机器瞬间恢复了轰鸣。靠着这种硬核实力，到了1893年年底，他一路飙升为底特律分公司的总工程师，月薪涨到了90美元。福特夫妇搬到了百格利大街，租了一栋2层小楼。福特迫不及待地在后院建起了一个简陋的车间，没有高端零件，他就捡些废旧黄铜片、旧钢管，自己亲手车活塞打气缸。1893年的圣诞前夜，底特律的冬天格外寒冷。当别人家都在厨房里准备丰盛的火鸡大餐时，福特把一台满是汽油、用废铜烂铁拼凑出来的4冲程汽油发动机直接搬进了自家的厨房，死死固定在洗碗槽旁边。他从厨房的电灯上扯下一根电线，接在自制的火花塞上，然后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妻子克拉拉，按照丈夫的吩咐，克拉拉屏住呼吸，稳稳地把汽油一滴一滴加进发动机的油口。一切就绪，福特深吸一口气，用力转动曲柄，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机器爆发出强悍的动力。在这一刻，他亲手点燃了改变整个20世纪雏形的火种。一个由亨利·福特创造的车轮上的王国即将诞生。